本期该轮到 iPhone 跟 OPPO 的对比了，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跟 OPPO Find X7 Ultra。之前 iPhone 呢已经作为参照物跟华为、小米和 vivo 都进行对比了，目的就是看看这些手机上市以来，厂家不停的升级系统，跟如今的 iPhone 对比结果怎么样？那要是说随着系统升级变化比较大的 OPPO Find X7 Ultra 肯定得算一个啊，所以这期呢就来看看他们俩的表现。欢迎收看 ZPH。非常感谢您的点赞跟加关注，尤其要感谢的是您的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不停更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了。希望喜欢手机影像的朋友都能多多出去走走，拍拍好看的照片，我也经常这么做啊，希望我的抛砖引玉可以起到带领的作用。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那它们的后摄主要焦段跟镜头都列这儿了，这就是后面重点要对比的镜头跟焦段。在 iPhone 的拍摄界面里，除了主摄超广角以外，还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它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OPPO 的拍摄界面中，除了主摄超广角、3倍、6倍这4个光学镜头以外呢，也给了一个2倍的数码焦段啊，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点击每一个变焦按钮都能出现当前的等效焦段，这点非常不错。而且连续点击当前的变焦按钮，还可以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那最上面的6倍要着重说一下啊，它是等效135焦段的。那连续点击呢，是在300焦段跟135焦段之间来回切换。那300焦段呢，相当于13.3倍，并不是10倍，也不是12倍。在相机的格式选项里，有标准跟超清2个选项。如果选择超清呢，系统将优先用更高分辨率来储存照片。这个不是默认设置啊，默认设置是标准。但是这次我还是以超清来当默认选项来拍摄，因为这个选项确实是 OPPO 近期升级的一个重点。那下面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硬件参数上看呢 ，OPPO 的感光器更大一些，然后默认输出的像素呢 ，iPhone 这边是2400万跟1200万像素 ，OPPO 那边开启了高清模式之后呢，是2600万像素跟1200万像素。iPhone 那边是夜景模式、微距还有人像呢，是1200万像素。但是 OPPO 那边什么时候用1200万像素呢？这就是纯看它系统的心情了。先看第一组主摄的对比，颜色嘛，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啊，最起码比前几期节目中的两台手机更接近一些。不过颜色风格还是有区别的，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很优秀啊，它们的解析力很接近。再看一组主摄的样片，这回颜色区别还是挺大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呢？还是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一些啊！你别看 OPPO 是2600万像素的，但还是 iPhone 的解析力稍微高一些。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啊，两边做的都挺优秀的。那从这点上说呢 ，OPPO 做得更好，因为在光圈大小相等的情况下，感光器越大，边角画质是越难把控的。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两边的边角画质把控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估计有人可能会看出来啊 ，OPPO 这边稍微糊一些，但这是因为 OPPO 的感光器更大，它的景深更浅，边角的这点树枝呢已经脱离了焦平面了啊，就是脱焦了，所以会虚一些。这不是边角画质下降导致的，边角画质下降一般都是色散和紫边，不是这样的虚焦啊。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 ，iPhone 是4800万像素 ，OPPO 是5000万像素。中心解析力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啊，解析力是都非常不错。但是仔细看左边的铁板上 ，OPPO 出现了伪色，蓝色的伪色。再说超广角镜头，硬件参数上说呢，也是 OPPO 的感光器更大，原生像素也是 OPPO 的更高，但是视角呢是 iPhone 的更广一点。看10倍相片，两边的色彩风格差别依旧是很大呀，还是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 OPP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倒是很接近的。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颜色风格方面还是 iPhone 的更沉稳一些 ，OPPO 的更亮丽一些。那虽然说 OPPO 更亮啊，但是天空中云层和天空的分界，还有云层本身，确实是 OPPO 做的更好。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的。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 ，iPhone 做的稍微强一点点啊。但是 OPPO 的感光器是更大的，稍微差这么一点呢，也是可以接受的。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iPhone 呢稍微强一点点。iPhone 的超广角是没有高清模式的 ，OPP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解析力方面呢，差别不是很大啊。仔细看，确实是 OPPO 这边稍微强一点点。再说微距拍摄，这回微距呢就放在长焦的前边，超广角的后边了。因为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呢都是超广角镜头，但是 iPhone 的超广角拍摄微距是更强一些的。那 OPPO 这边呢，最好还是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让系统自动切换到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来配微距，这样的话微距效果呢也是不错的。那翻译过来就是，如果都用超广角直接拍摄微距的话，肯定是 iPhone 的效果更好。现在看到的对比就是 iPhone 的超广角跟 OPPO 超广角的数码变焦的对比啊，看上去都非常不错。但是如果放大看呢，焦点部分的解析力还是 iPhone 的更高啊。那再说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呢 ，iPhone 是没有的 ，OPPO 呢是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那实际上呢是2.7倍，但是厂家呢特意给它调教到了3倍。长焦呢 ，iPhone 是5倍的光学镜头 ，OPPO 是6倍的光学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长焦也是 OPPO 的感光器更大一些，原生像素也是 OPPO 更高。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的区别呢没有前面主摄跟超广角那么大了，但是天空的颜色呢差别还是挺明显的。喜欢 iPhone 的大1，喜欢 OPPO 的大2。那中心解析力方面 ，iPhone 的稍微强，怎么说呢？其实强不了一点啊，就说差不多吧，两边。现在是3倍的对比，那这回颜色的区别呢就大一些了。你们喜欢哪边呢？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就没有悬念了 ，OPPO 的解析力更高，而且 OPPO 的3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 ，iPhone 的3倍呢是没有高清模式的。只不过在颜色方面吧，我估计喜欢 iPhone 的朋友会多一些吧。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没有悬念的，解析力肯定是 OPPO 的强很多。现在 iPhone 是5倍 ，OPPO 是6倍。从荷花的颜色上看，我估计这回喜欢 OPPO 的朋友会更多一些了。但是解析力方面，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一些。难道 iPhone 的5倍光学镜头比 OPPO 6倍的光学镜头还要强吗？那就再对比一组吧。结果呢，确实是 iPhone 的要更强一些。不过嘞 ，OPPO 的6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iPhone 的5倍是没有高清模式的。但是颜色方面，我估计这回喜欢 iPhone 的朋友又会多起来了。而且在解析力方面，OPPO 6倍的高清模式也没有比 iPhone 5倍的1200万像素有什么优势啊！放心，我对比了很多组都是这样。现在 iPhone 是10倍 ，OPPO 是13.3倍。OPPO 的13.3倍呢，就是厂家特意给出来的焦段啊，它没有特意给出来10倍，而是13.3倍。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还是 iPhone 的更优秀一些。现在 iPhone 是25倍 ，OPPO 是3倍。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你别看 iPhone 这边噪点更多一些 ，OPPO 那边看着更纯净，但是解析力方面 ，iPhone 可能还是要更好一些啊。再看前摄，用的就是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如果系统自动切换到人像呢，那就是系统自己做主了，我们也不手动干预。那对比的结果呢 ，OPPO 这边的表现更好一些 ，iPhone 那边呢就是真实啊，就是还原，就是写实。
但是拍的呢就是丑了点。OPPO 那边的表现相对于 iPhone 来说呢，美颜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能看出一些美颜来，但是可以保留一些合适的肌肤纹理，看起来还是很自然的。所以在前摄方面的表现肯定是 OPPO 更好。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两边的效果都非常不错啊，人物的清晰度、背景的清晰度还有防抖都是非常上乘的，两边的效果也是很接近的。但是人物的肤色仔细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美颜呢，我不知道 OPPO 那边是否加了一点点啊，但是看起来从人物上看起来还是 OPPO 的稍微好看一点。再看人像的对比，用的也是相机里边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这个环节呢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环节啊。iPhone 那边拍人像呢也是追求还原，也是追求写实，拍的呢也确实是不够帅不够好看。OPPO 那边的人物肤色呢倒是很不错，美颜也恰到好处，看起来就是比 iPhone 那边拍出来的精神，拍出来的漂亮啊，拍出来的帅。但是 OPPO 也有它不稳定的地方，比如说换了一个场景，整个照片的观感呢就没有上一个场景好看了啊，包括人物本身也是。所以说 OPPO 的人像方面呢也有一些不稳定。再看直出扩张度的表现，从前几个场景来说呢，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是不错的，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该有的细节呢都有。虽然说它们的成像略有区别，但是仔细看，比如说天空的云层啊，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呀，暗部是否能暗下来，暗下来的同时还能保留细节呀，那么这些呢，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表现都是不错的。随着场景难度的提高呢 ，iPhone 这边暗部能暗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OPPO 那边呢，就有一些偏色了啊，尤其是暗部，主要是颜色不太好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场景的难度在继续提高，这回 iPhone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暗部的细节呢就有些损失了。OPPO 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可惜啊，就可惜在 OPPO 的暗部啊，有时候会出现偏色。总体来说呢，两台手机在扩张度对比环节的表现都不错，但都有提高的空间。再看夜景的表现，第一个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的表现都很到位。第二个场景也是如此，难度提高了，但是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OPPO 的主摄在暗部方面还能暗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随着场景难度的提高呢，主摄亮部开始出现了区别，但是两边的表现就说还行吧。但是超广角的区别可就大了啊 ，iPhone 的表现更好。同样的，这个高难度的经典场景，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差距非常明显 ，iPhone 的表现更好。超广角也是如此，但是超广角呢 ，OPPO 的暗部表现更好。那为了提高亮部的表现呢 ，OPPO 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啊。这种情况下 ，OPP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毕竟都已经打开夜景模式了嘛，人家 iPhone 还是直出呢。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两边都很不错。3倍的表现也是如此。现在 iPhone 是5倍 ，OPPO 是6倍，它们的表现同样是出色的。就算到了10倍数码变焦，两边的表现依旧是很顶级的。离开喧嚣，来到了昏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除了颜色有区别以外，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超广角的表现 ，OPPO 的更强一些。毕竟 OPPO 的感光器尺寸更大嘛。现在是3倍的对比，到了比较暗的场景了，3倍的对比开始出现了明显区别，就是解析力的区别。iPhone 的3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 ，OPPO 呢是3倍的光学焦段，解析力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 iPhone 是5倍 ，OPPO 是6倍，但是 iPhone 依旧只能拿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5倍的画面。OPPO 这边呢，就是用6倍镜头直接拍的，所以解析力的区别呢也是相当明显的。当然了，这是比较暗的环境，到了极暗的环境可就不好说喽。极暗环境开始了啊，祖传神树场景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主摄的表现，两边虽然说亮度有区别，但是细节呈现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是 iPhone 的更优秀啊，虽然说 OPPO 的感光器更大，但是它曝光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没有 iPhone 的好。渐层季场景主摄就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注意不是亮度的区别啊，是细节呈现的区别。iPhone 这边感光器虽然说更小，但是它能有10秒的夜景曝光，虽然说是手持，但是清晰度还是非常高的。OPPO 那边的曝光呢只有2秒，虽然说需要你端稳的时间确实短了，但是还是要端稳。既然还是要端稳 ，OPPO 你就不能把夜景的曝光时间提高一些吗？其实 OPPO 是有更长的夜景曝光时间选项的，叫三脚架模式。
但是这个三脚架模式是真得让你用三脚架拍才行，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说它有10秒的曝光时间，但是防抖基本不工作呀，是怎么着啊？拍出来的清晰度是没法跟 iPhone 比的， iPhone 那边10秒可都是手持啊。那这个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iPhone 的更好。现在就是极暗环境长焦的对比， iPhone 的3倍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 OPPO 的3倍就是3倍光学镜头拍的，细节呈现的差别非常明显。注意，不是亮度的区别，是细节呈现的区别。6倍的表现也是如此， iPhone 呢还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 OPPO 还是非常头铁的用6倍镜头去拍。鼠流小路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你还别说，这回 OPPO 的表现还不错。虽然说看起来暗了很多，细节呈现没有比 iPhone 输多少，但是超广角还是 iPhone 的更优秀。不过祖传神速 Pro 场景就没有悬念了， iPhone 的表现更优秀。虽然说 iPhone 也不咋地吧，超广角的表现 iPhone 的更好。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除了颜色的区别以外呢，清晰度、防抖都是非常不错的。颜色方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防抖两边依旧还是非常不错的，颜色的区别是有啊，清晰度的区别也是有的， iPhone 的清晰度更高啊。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这颜色亮度的区别好大呀！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清晰度、防抖都不错。现在是3倍录像的表现，虽然说 iPhone 那边是数码变焦，但是清晰度也不错啊。OPPO 的光学3倍镜头在解析力方面也没有超过 iPhone 太多。颜色方面 ，OPPO 比2倍强了不少，防抖两边都非常优秀。现在 iPhone 是5倍 ，OPPO 是6倍，解析力两边还是不分伯仲的。OPPO 这边呢看着亮堂一些啊，解析力看着稍微好一点，但那只是更亮看起来的错觉啊，两边解析力其实都挺高的。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解析力 iPhone 的更强，防抖也是 iPhone 的更强。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两边的防抖跟白天比都有下降，解析力都是不错的，颜色我觉得 OPPO 的更好看。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防抖 OPPO 的更优秀，细节呈现呢也是 OPPO 的稍微多一些。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 ，iPhone 这个鬼影可真够哇塞的啊！清晰度跟防抖两边都不错。现在是夜景3倍的表现 ，iPhone 的鬼影依旧哇塞呀，而且清晰度 OPPO 的更优秀，毕竟 OPPO 是3倍的光学镜头拍摄的。现在 iPhone 是5倍 ，OPPO 是6倍，这 iPhone 的鬼影依旧是很没辙呀。除了 iPhone 的鬼影以外呢，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这 iPhone 依旧是有鬼影都到10倍了，你还拿主摄数码变焦拍，牛！不过除了鬼影以外两边的表现也说不上谁好啊，尤其是防抖方面 ，OPPO 的防抖还没 iPhone 强呢，而且清晰度也差不多。哇塞，都18分钟了。那工业设计方面，大家就赶紧投个票吧。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喜欢哪台手机的长相？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OPPO 的打2。硬件方面，跑分、游戏发热，这不是我们节目该说的啊，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所以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